大家好啊，我是戴红。有一句老话叫“狗狗是人类的好伙伴”，此话不假哈。最近的几千上万年里，从灰狼演化而来的各种犬类，在全球各地智人的生活里都留下了很多美好回忆。其中，牧羊犬这类工作犬在人类历史文化中扮演了关键角色。今天咱们来盘点几种人气爆棚、长相可爱又对人类帮助很大的牧羊犬。牧羊犬中的大明星，诞生于英格兰和苏格兰那一片的边境牧羊犬，可谓是美名远扬呀。它的高智商和独立的性格十分深入人心，总给人一种智人套了狗皮的即视感，时不时的会让我恐怖谷效应犯了。现今这些边境牧羊犬的高智商，大概可以追溯到1894年出生的一只名叫老汉普的牧羊犬，它是一只十分优秀的牧羊犬，忠诚而且工作认真，这使得当地牧民都十分想对它进行零元购，受人追捧，处于风口浪尖的老汉普运用了自己的智慧和优秀的基因，满足了大家的愿望。他疯狂的交配呀，使得其一生中至少有200多个后代。然后这些后代们被大肆培育，逐渐形成了现在的边牧。在放牧的时候，边牧的动作敏捷而且安静，对牧民的声音和手势指令都能给出极快的反应。他们会围拢羊群，把老羊们从一个牧场移动到另一个牧场。有时候还会帮助牧民把某些需要剃毛的羊分离出来。在美国蒙大拿州本顿镇出现过一条名叫谢普的著名忠犬。1936年，其主人来到小镇的医院里治疗疾病，最终不幸去世。谢普亲眼看到他主人的棺木被抬上一列火车。从此之后6年之内，老谢普会来到每一辆经停的火车身边，仔细观察下车的每一名乘客，妄图找到自己的主人。期间，车站的好心工作人员会给他吃的，并且让他住在车站内。直到1942年1月12号，悲剧发生了。他当时把前爪搭在铁轨上，等待着火车到来。然而，当火车鸣笛声响起时，老谢普可能是年事已高，四肢始终在铁轨上打滑，最终年迈的他被来不及刹车的火车撞击去世。本顿镇的几乎所有居民都来参加了老谢普的葬礼，人们还给他竖起了一座纪念雕像，而雕像俯瞰的方向，正是他执着了6年，期待着和他主人再次相遇的那座已经废弃的旧车站，十分感人哈。边境牧羊犬充满智慧，精力旺盛，每天需要大量的体力和脑力活动才能满足其运动需求，这使得它很适合被训练用来帮助智人劳作以及参加一些犬类比赛。然而，单纯作为一种宠物犬的话，饲养难度确实有点高了。较大的体型和独立的性格，对于没有养宠经验的新手训练师来说，很可能会产生边牧不听话的情况。所以还是建议大家谨慎饲养。德国牧羊犬几乎是全球最受欢迎、登场率最高的牧羊犬。依稀记得在我小时候，一直将德牧称作狼狗。当时小时候最喜欢和小伙伴争论黑背狼狗和藏獒谁是最厉害的狗。当时大家普遍认为狼狗更强，因为他们感觉狼狗更帅。而我一直倾向于藏獒更厉害，因为我被藏獒追着咬过。最后我们的争论总是会被一个小懂王终结，他总是语重心长的给我们带来忠告，说记住孩子们，所有狗里边最厉害的永远只有2种，一种是狮子，另一种是斑鬣狗。这句话我到今天依然记忆犹新呀。德牧的起源可以追溯到19世纪末的德国，当时德国的骑兵队长马克思施泰潘尼兹想要用看护犬和放牧犬合体进化，培育一种多功能、适应性强的全新品种。于是德国牧羊犬闪亮登场了。早期德国牧羊犬主要用来放牧，它们凭借出色的学习能力和对主人的忠诚，在德国的农场和牧场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在帮助牧民们移动羊群的同时，还能保护羊群免受野兽的侵袭和盗贼的偷窃。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德牧更是大展身手啊！德牧凭借其出色的工作能力，被广泛应用于军队，在通讯联络、侦察、搜索、探路等任务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能够在战场上快速地传递信息，帮助士兵找到敌人的位置等。在战争之后，德牧善于学习和勇敢无畏的特性被大家熟知，受到很多相关部门的青睐。大家发现，在经过训练之后，德牧服从指令的程度简直如同机器狗一般，总能做出符合训练师预期的反馈，十分适合担任警犬、军犬、搜救犬和导盲犬等工作。和其他一些同样聪明、同样具有强悍运动能力，但总是喜欢出其不意、灵光一闪的犬类，有着一定程度的差别。当然哈，作为宠物犬的话，还是不太建议新手饲养，毕竟其体型较大，而且护主心切，训练不力的话，容易出现伤人事件。苏格兰牧羊犬是一种长相十分美丽、气质傲娇优雅，如同金发公主一般的工作犬。据说呀，著名的维多利亚女王对苏牧
是十分喜爱，对它的流行起到了关键作用。后来在1943年，经典电影《灵犬莱西》横空出世，其中主角正是一只苏格兰牧羊犬，这使得它在相当长的时间内都是最受欧美饲养者喜爱的犬类之一。苏牧的性情温和，对其他犬类和宠物都十分宽容，而且在训练中反应灵敏，运动能力突出。然而由于过于容易轻信他人，所以作为守卫犬貌似不太合格。作为宠物犬饲养的话，苏牧需要大量时间的陪伴，长时间独处的话会变得十分焦虑，有时候还会过度吠叫。19世纪，澳大利亚广袤的内陆地区畜牧业蓬勃发展，辽阔的牧场和大量的牛群需要出现一个角色来帮助牧民工作，而澳洲牧牛犬正出现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当时的牧民们面临着严峻的挑战，传统的犬种无法适应澳洲内陆恶劣的酷热气候和复杂的地形，于是牧民们开始尝试通过杂交培育新的犬种，以满足实际需求。一名叫托马斯·霍尔的牧民在19世纪40年代将澳洲野犬、边境牧羊犬、大麦町犬等多种犬种进行杂交，最终诞生了澳洲牧牛犬。澳洲牧牛犬十分强壮，而且热爱劳动，它们有着强烈的放牧本能，在牧牛的时候会跟着牛的脚跟咬，来达到控制牛群的行动方向和速度。它不知疲倦，吃苦耐劳，警惕性强，而且对主人忠诚。然而可能是受到澳洲野犬基因的影响，它对陌生人多少带点野性。假如训练不当，在遛狗的时候，澳洲牧牛犬可能会不由自主地使用啃咬，疯狂地袭击路人的脚后跟。古代牧羊犬是一种起源于英国西南部的古老犬种，这些拥有长长的毛发、体态如熊一般的强壮牧羊犬，十分善于在崎岖的地形中进行工作。它们耐力持久，而且聪明。作为一种陪伴犬，它同样合格。跟孩子们相处时，它一般来说比较忠诚，而且有耐心，对陌生人有一定的警惕性。在看家护院的时候，会发出响亮而清脆的吠叫声，提醒自己的同伴。作为宠物饲养的话，我只能说它堪称是掉毛之王啊！给它洗澡简直是一场灾难。相比之下，它略有些大的体型，仿佛已经不是啥大问题了。关于各种牧羊犬的介绍，在这告一段落。感谢大家观看，大家喜欢的话，就能点个赞、关注。我是戴红，我们下期再见。今天又是普通的一天，加油吧，大家！